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ing Pong Chinese。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：如何高效学习中文。很多人会问我，中文是不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？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。中文确实有它的复杂之处，比如汉字的笔画、声调的变化、词汇的多义性。但是，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，中文也有它的规律、它的美感，还有一种越学越有成就感的魅力。今天，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，还有一些我在教学和学习中积累的方法，跟大家聊聊如何更高效地学习中文。为什么要学中文？我常常会在播客里鼓励大家先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要学中文？是为了工作机会？是因为喜欢中国文化，还是单纯想挑战自己？我记得自己第一次真正沉下心去学一门语言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找到了学习的理由。当你有了理由，所有的困难都会变得值得。学中文也一样，如果你能在心里种下一颗为什么学的种子，那么遇到难关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力量坚持下去。比如，有些人因为喜欢中国电影，所以想听懂原声对白；有些人因为做生意需要跟中国客户沟通；也有人单纯觉得汉字很美，想把它写好。无论是哪一种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由，就像给学习插上了翅膀。打好基础，拼音和声调。很多学习者刚开始学中文时，觉得最难的是声调。中文的4个声调听起来很像音乐里的音符，如果你掌握不好，可能一句话完全变了意思。我曾经遇到一个学生，他想说买书，结果声调错了，说成了卖书。对方一脸困惑，气氛有点尴尬。后来他每天坚持用手机录下自己的发音，再跟标准发音对比，慢慢就找到了感觉。所以，如果你刚开始学中文，一定要重视拼音和声调的练习。这就像盖房子之前要打好地基，发音准确了，别人才能听懂你，沟通才能顺利。练习发音的一个小方法是模仿，可以找一些你喜欢的中文歌曲、短视频或者播客，把一句话反复跟读，直到声音、节奏和语气都接近为止。不要怕丢脸，不要怕自己听起来很奇怪。语言学习的秘诀就是大胆开口，勇敢模仿。积累词汇，不要死记硬背，要用。很多人学中文时抱怨，单词太多了，我记不住。其实问题不是记不住，而是记了以后没用，很快就忘了。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。我在学外语的时候，从来不喜欢背单词表，我更喜欢在真实的语境里学词汇。比如看一个短视频，我会把里面听到的生词写下来，然后自己造句，或者读一篇小文章，把里面的词语用到日记里。这样词汇就变成了我的，而不是孤零零写在笔记本上的符号。学习中文也一样，比如你学了咖啡这个词，你可以试着说，我喜欢喝咖啡，今天我喝了2杯咖啡，我在咖啡店等你。通过使用，你会发现记忆更加牢固。另外，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可以尝试把中文学习和生活结合起来。比如在家里的桌子上贴个纸条，写桌子；冰箱上贴冰箱，门上贴门。
每天看到就等于在无意识中复习。这种方法看似简单，但很有效。4. 培养语感，多听多说。语言是用来沟通的，不是放在书本里的，所以学中文一定要多听多说。我经常对学生说，先不要害怕错误，先开口说。你说的越多，就越能发现自己的问题，也越能进步。记得我刚开始练习外语口语的时候，我特别怕开口，总觉得别人会笑我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其实没人真的会笑你，相反，大家会很佩服你，敢用另一种语言沟通。所以，我鼓励你们，即使中文说得不完美，也要大声说出来。听力也很重要，你可以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小任务，比如听10分钟的中文播客，看一小段中文电视剧。不要担心一开始听不懂，哪怕只听懂1个词也是收获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你会发现自己能听懂越来越多，这就是语感在潜移默化中建立起来了。5. 阅读和写作，从简单到深入。当你的词汇量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就可以开始尝试阅读和写作了。阅读方面，不要一开始就挑战太难的文章，可以从儿童读物、简单的故事书、漫画入手。比如《小王子》的中文版本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句子不复杂，但很有哲理。写作方面，你可以每天写一小段日记，哪怕只有3句话。比如，今天我很累，我喝了一杯茶，我觉得茶很好喝。这样坚持下去，你的中文表达能力会一点点提高。写作最大的意义在于，你会逼迫自己去思考如何用中文表达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练习。6. 制定学习计划，小目标，大坚持。高效学习中文的秘诀不是一天学10个小时，而是每天都坚持学一点。我常常建议学生用番茄工作法，比如设定25分钟专注学中文，然后休息5分钟。这样既不容易累，又能保持专注。还有一个方法是设定小目标，比如这个星期的目标是学会20个新单词，下个星期的目标是练习发音的4个声调。每次完成一个目标，你都会很有成就感，这种正反馈会推动你继续前进。记住，学习语言不是一场短跑，而是一场马拉松。不要急于求成，要享受过程。7. 保持动力，找到乐趣。如果学习中文变成了负担，你就很难坚持下去。所以，保持动力的关键是找到乐趣。你可以通过看中文电影、追中文电视剧、听中文歌曲来学习。你也可以尝试去认识一些讲中文的朋友，跟他们聊天。真实的交流会让你发现，原来学到的东西真的能用。那一刻，你会感到特别兴奋。我还想强调一点，不要害怕犯错，错误并不可怕，错误是最好的老师。每一次说错、写错都是进步的机会。你要感谢错误，因为它让你变得更好。8. 心态，慢慢来，别放弃。最后，我想和大家聊聊心态。很多人学中文3个月后就放弃了，因为觉得太难。其实他们不是学不来，而是太着急了。学语言最需要的品质就是耐心。就像种一棵树，你每天浇水、晒太阳，它不会立刻长高。
但只要你坚持，它终有一天会枝繁叶茂。所以，请你记住，你学中文的每一天，哪怕只是多学了一个字，多说了一句话，都离目标更近了一步。不要轻视这些小进步。我知道，有时候你可能会感到沮丧，觉得自己进步太慢。但请不要忘记，你正在走的这条路本身就是一种勇气和坚持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一些力量，让你在追求进步的路上多一份从容，少一份焦虑。谢谢你的收听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每周都有新的一集，用简单的中文讲真实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，加油，别放弃。